这是世界上下雨最多的地方，每个月有30天，但几乎有28天都在下雨，只有2天放晴，而且这一雨一下就是4-5个月。不光如此，人家一年的降水量顶得上北京40多年。当初郑州爆发的特大洪水，3天降雨量也就比人家1天的零头多点。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奇拉彭奇是印度东北部梅加亚拉邦下的一个小城镇，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南侧，距离孟加拉湾大约400公里，面积约200平方公里，人口不多，只有6000多人，而且大多都是卡西族人，还处于母系社会。这个小地方经济落后，工业水平不高，唯一的特点就是下雨下的特别多，多到什么程度呢？只要一到雨季，这里就会开始下雨，一下就是4-5个月，而且每个月30天里平均只有2天是放晴的，其余的天数不是倾盆大雨，也是小雨延绵。根据当地人的观察，在1861年这一年里，奇拉彭奇的降雨量就达到了2万多毫米，差不多有23米。这什么概念呢？要知道22年北京一年的降雨量也才492毫米，差不多只有0.5米，足足相差了40多倍，够夸张的吗？如果还不清楚，那大家还记得河南洪灾吗？当时河南3天的降雨量在620毫米左右，在奇拉彭奇降雨量最多的一天可是高达1563毫米。也就是因为这夸张的降雨量，奇拉彭奇才会被评为世界雨极。不过23米这个记录在100年后还是被打破了。没错，一年降雨量26米打破记录的还是奇拉彭奇。奇拉彭奇的降雨量夸张吗？当然夸张啊！1961年一年的降雨量就相当于北京42年总和。这个世界上降雨多的地方有很多，而且也都超过了上万毫米。但在奇拉彭奇面前，全都是小卡拉米。不是，为啥奇拉彭奇的降雨量会多到这个程度呢？一是因为奇拉彭奇本身就是热带季风气候，又因为靠近印度洋，离孟加拉湾也就400公里，受西南季风的影响，大量的暖湿气流汇聚于此。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奇拉彭奇的地形，奇拉彭奇的降水基本上属于是地形雨，北边是喜马拉雅山脉，而东边则是纳加山脉，这些山脉就像是城墙一样，阻挡着水汽的北上。而奇拉彭奇又处于迎风坡，大量的水汽在这里积聚并形成降雨。就这样，在这独特地形的安排下，也难怪奇拉彭奇会成为世界雨极。这要是换成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条件，成为世界雨极或许不太可能，但降雨多是绝对的。当然，降雨多有时候也是坏事。还是拿1962年来举例，降雨量高达26米啊，足足有好几层楼这么高。奇拉彭奇也不是什么发达的地方，就是一小山沟，发达的排水系统肯定是指望不上了。那这么恐怖的降雨还能住人吗？当然能，而且人家住的还好好的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在暴雨的冲刷下，周围的山体形成了200多个天然溶洞，而这些溶洞就是天然的排水系统。奇拉彭奇虽然没有4通8达的下水道，但也完全不用担心雨水排不掉。你敢信一个被叫做世界雨极的地方，居然会因为缺水而跑到其他地方打水喝的情况吗？因为降雨实在是太多了，这导致奇拉彭奇没走多远就能碰上河流。都说遇水搭桥，但就奇拉彭奇这种情况，就算搭好的桥，在雨水的侵蚀下，估计很快就不能用了。再加上当地又穷，没有好的技术和施工环境，那想要渡河该怎么办？既然自己造不了，那当桥自己长出来不就行了？这啥意思呢？卡西族人发现当地有种叫印度榕的树，根系发达，而且还会不断生长，于是他们就引导树枝往河对岸生长，等更多树枝在河对岸扎根生长后，一座桥就长出来了。这种树长出来的桥非常的耐腐蚀，只要树没死，树桥呢就会越来越结实。当地最古老的树桥就存在了超过500年，而且它的承重还大，一次能容50个成年人通过。在这么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地方，这点承重完全够用。所以说，当地人想造桥非常的简单，就看看河的附近有没有印度榕就行。要是没有，那就自己动手种2棵。当然，这种树桥好是好，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建造时间太长了，因为得等树自然生长，最少也得等10年。除了水多之外呢，奇拉彭奇还面临着水少的问题。当地雨季降水是多，但到了旱季，每年降雨量仅有2%。再加上奇拉彭奇没有储水库，当地又因为乱砍乱伐、水土流失等问题，一到旱季，当地人就会面临缺水的问题。想要喝水，就得跑几千公里外运水。只能说这个世界有够魔幻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麻烦各位看官为你发财的小手给俺来个点赞、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